嘉慈托我给顾姑娘捎几句话。啊，荣哥，兰姐，随我来。你还好吗？还好。斯人已矣，还望顾姑娘节哀顺变，珍重自己，才是孝顺之道。是。听说老太太也来了。昨天就到了，夜里觉得身子沉，今日便起不来了。可请了郎中？请过了，无甚大碍，就是伤心过度。何日发丧？暂不发丧，母亲一命，想要葬回通州几家族弟。那顾家可曾应允？由不得他们。我已经命人去找玉萍了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。多谢三爷。要不是你把玉萍找来，娘根本就不会死。也怪我，居然会相信你的鬼话。什么你想吃当年的李记糖炒栗子了？因为我告诉过你，李记糖炒栗子是玉萍她娘家开的，所以你知道找到李记就能找到玉萍是吧？我是想找玉萍，可是我没有想过母亲会自强。原来如此。我说为何今日你这般古怪？原来玉萍是你帮着找到的。大姐姐，大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，我该死，我真的该死。不关荣哥的事儿，是我骗了他，是他不知道我在套他的话。你要杀要剐，只管冲我来便是。你少在这里假惺惺！亏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亲的人，你居然借我的手害死我娘！荣哥，你听姐姐说。你算什么姐姐？我没有你这个姐姐。荣哥，我打算去顺天府，状告顾德昭逼死发妻。你疯了！他才是罪魁祸首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此告父是重罪，要先受40大杖。那又如何？我总归是要讨回公道的。就算你不怕受皮肉之苦，可一旦这样，我们顾家的名声就全毁了。你将来不想嫁人了吗？荣哥的前程，荣哥前程你不要了吗？我不是来同你们商量的，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们一声。我去告！娘走到这一步，我本就罪无可恕。我去告吧，这40杖我来受。好，等我写完状子，过来请你一同具名。
我这样去找您。陈护卫来信说，玉嫔找到了。你是大姑娘，大姑娘，小的错了，小的知道错了，小的真的知道错了。当年云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，和太太无关，小的愿意认罪，只求大姑娘能饶过小的2个孩子吧，求您了，求您了，求求您了！你为什么要害云香？那年，太太想抬个屋里的人分宋姨奶奶的宠，小的就动了那不该有的心思，还去求了太太，谁知太太竟抬了云香，还命小的去伺候她。云香仗着肚子里有了孩子，成天指示小的做这做那，小的实在是气不过，就把催产汤当保胎药端给了云香。就因为太太抬了云香，没有抬你，你就不惜害了她的命。小的该死，是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小的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想的，就和中了邪一样。所以，你也是恋着老爷的？不是，小的也不知道什么恋不恋的。那时候只觉得自己是陪嫁丫鬟，是注定要给老爷做姨娘的。谁知太太却点了云香，又说小的性子不好，让小的在外院的小子里挑一个人嫁了。小的不想嫁给下人，所以就……你杀了人，却只是被撵出了顾府，也算是逃过一劫。为何突然回来诬陷顾夫人呢？小的也不是诚心要回来诬陷太太的，是二姑娘和宋姨奶奶突然找了过来，旧事重提，问小的当初是不是太太换的药。小的总不能说是小的自己换的呀，随口便说是。谁知宋姨奶奶说，若小的愿意当着老爷的面揭开，就赏小的200两银子。小的见钱眼开，就……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此事，你想怎么处理？你能将玉嫔的公子给我吗？本来就是要给你的，你想如何做？如果我告去顺天府，他会被罢官吗？我可以让他罢官。那就揭开。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。你确定要告领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？我知道，我母亲并非死于我父亲之手，这官司我多半是打不赢的。可我没想打赢，我就想让他身败名裂。但你知不知道，以此告父，不论对错，先受杖则死时。我知道，但我甘愿承受。我母亲走上这条绝路，皆因她而起。我不想让她平安无事。好。怎么，今天帮了顾姑娘，
倒是添了不少心事啊。他要到顺天府状告顾德昭。您应允了？不是，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，告不赢的，你也由着他。他心中有气，有气就得撒出来，否则就憋坏了。那子还要杖责40呢，您舍得让顾姑娘挨打？这就是我选你来的用意。景宁17年，真定府秀才朱正荣以子告父，却因其父十恶不赦，免受杖责。你再寻几桩同样的判例，我去拿给姚平。您是要为此事改动律法？律法无外乎人情嘛，更何况这个顾德昭本就有罪。对了，再找几个言官，上书弹劾顾德昭，宠妾灭妻，先把风吹起来。他既要告，我自当替他把路铺平。难道不是应该劝阻顾姑娘才对吗？你不懂。三爷，刚收到的消息。范大人，范川这个老匹夫一贯是刚愎自用，对海运之力是视而不见，硬逼着要通河槽。结果今天钦天监说，今年的天气和往年不同，夏汛可能要提前了。夏汛要提前，那黄淮两岸岂不是又要泛滥？朝廷得预备赈灾啊！赈灾其实还在其次，你来看，我跟你说，黄河一旦决堤，河水旁出，沛县、徐州、宿迁、淮安这一带水势一定是下降，届时河道的淤塞将进一步加重。也就是说，别说今年了，就是明年跟后年，河道也恢复不了。这范川一听说河槽恢复不了，再也没有理由来反对海槽了。你说是不是天助我也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老师可还记得，学生通州遇刺时跟您提过，瑞昌王世子将军中武器贩卖民间。学生循此线索追查，发现近日有一批兵器未经兵部调拨，而从宁海卫流出。看情形，好像是要送回京城。你是想？我想，此事还是跟瑞昌王脱不了干系，想顺藤摸瓜，索性将他们放进来。顺水推舟可以，但是不能真的把人放进京城，京城不可有失。那就将他们引到通州，兵器体型庞大，走陆路肯定是关卡众多，不易躲藏，必定要走水路，而走水路呢，必定会经过通州门户。那你就亲自去趟通州吧，想个恰当的理由。学生的祖宅就在通州，正想着回乡祭祖呢。三爷，本朝以子告父免受责罚的过往判例都在此了。你再去趟山东吧，把这封信交给河道衙门的潘云成。为何突然去找他？今年夏汛要提前，
但朝廷在修河赈灾上，恐怕是难有作为。为何？不是因为平田户部收上来的银子比往年多许多吗？难道是为了开海槽？这是两码事嘛？难道还能为了开海槽而故意不修河宫？首辅大人怎么说？我刚从文渊阁回来，我不能越过老师要求户部。潘大人与我共事多年，你让他好好预备，他知道该怎么做的。怎么会成这样呢？明儿一早你就要扶灵回通州，一路巨势步行，不多吃点怎么行？这还差不多。明儿早晨我再来盯着你。二哥哥，我听荣哥说了，姑母离世前，曾求你喊她一声母亲，你却未喊出口。如今姑母去了，你心里怕是耿耿于怀。但其实曾经，你是喊过姑母母亲的。不光是母亲，你还喊过娘。你4岁之前，姑母每年都回通州来看你。你每次都是老远就跑过去喊，一边喊娘，一边扑到她怀里。话说回来，就算你从未喊过母亲，难道在你心里没有将姑母当作母亲？我看不是。若真是那样，你为何如此难过呢？我不是个会劝人的，但我想对你说，伤心可以，想哭也可以哭出来，但是不能因为伤心而伤身，更不能因为要惩罚那些不重要的人而伤害自己。因为你不是只有你自己。想想祖母，想想荣哥，再想想我。弹劾你宠妾、虐待发妻致死的奏章，足足有10来封，更有那言辞厉害的，竟说要夺了你的功名，直接问罪。我来告诉你一声，也是想让你心里有个准备。现下虽说还没有坏到那一步，可一旦让那些言官有了实证，那可就真完了。我打算去顺天府，状告顾德昭逼死发妻，我不是来同你们商量的，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们一声。完了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该告老爷？我是觉得老爷罪有应得，但是为了告老爷，还要打赏姑娘您的名声，跟荣哥儿的前程，还要挨那40大板，我就觉得这有点亏。前途尽毁。
姑娘，老爷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错怪了涵儿，是我害死了涵儿，都是我的错呀！我本来打算去顺天府告你，我改主意了。我想明白了，我若告了你，你不过是名声扫地，贬官多职，这惩罚对你来说太轻了。你说，太太为何会自强？他是太过自苦，抑郁成疾呀！他是被你困住了，被这个宅子困住了，走不出去。我要让你和他受同样的苦。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做3件事。第一，从今往后，无论是你续弦还是纳妾，都必须要经过我点头。什么？第二，我和荣哥的亲事，你都无权过问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第三，青浦，只是这是和离书。你要我和你母亲和离？你母亲已经走了呀！走了也可以离。母亲一命不入顾家祖坟，要葬回通州季家。你签了这封和离书，从此你们2人就两清了。赵姐儿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知道你是因为你母亲的事怨恨于我，可你母亲已经走了，我此刻与你母亲和离，对你、对荣哥都没有任何好处啊！我和荣哥的事，你就不要再过问了。
把字签好。我始终是你生身之父，你又何必如此苦苦相逼？你若不想签，我就还是去告你，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。不，我签就是。去吧，外祖母还病着，铺子里的买卖也离不开人，他们都需要你回去帮他们。但这些日子外头有些乱，去。起来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回通州，为何不告诉我一声？是打算不告而别吗？你我的交情，连知会一声都不行吗？罢了，这都是我的人，一会儿让他们送你回通州吧。这都是爷的护卫。黄淮发大水，漕粮运不上来，许多地方都闹了灾情。这几日京城明显流民都多了不少。你们这么多辆车，才这几个人手，摆明着就是待宰的肥羊。有他们护送你，爷也能安心一些。好，谢谢，荣哥。多谢世子爷。有世子爷的人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再加上咱们的人，这一路护送，想来必定安全。那我就先赶回通州了，等你们回来。二哥哥，你也多带些人手，一定在路上要小心些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又不是送给你的，回头赏银给足就行。这是上次救下的小猫，都这么大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既然鲍布这么喜欢你，我就把它交给你养几日吧。给我？行也行，不过我就是替你养一阵，这猫还是你的，你得自个管着。回来以后，你再把它领回去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你的话。这天色看着越来越不好，赶紧走吧。
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性子，明明心里早熬的难受，偏要装出一副武士模样。罢了，3年是吧？3年后我护着你，总不叫人欺负你了就是。呀，这人都已经走远了。爷当然瞧见了。哎呦，我就说，赶路要趁早，你偏要下晌走，结果倒好，遇上这么大的雨。母亲，您先喝点茶，消消火。这么事儿的，就说要祭祖，也不叫你哥哥嫂子回来，也不带你妹妹，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罢了，你既那么一说，我就那么一听，陪你回通州就是了。母亲好口齿，儿子都不会接了。哎，听说昭姐她娘是被顾德照活活气死的，是真的假的？自然是假的。顾夫人是久病成疾，无药可治走的。母亲与齐老夫人那样的交情，不应该以讹传讹。你瞧你，我不过是和你掰扯一句，你倒教训起我来了。等母亲到了通州，可与纪家多走动，宽慰宽慰纪老夫人和顾姑娘。唉，那自然的。等会儿，昭姐儿也要回通州？顾夫人一命想暂回通州，所以顾姑娘要扶灵回去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早说就跟他一路了。唉，不过不知道也好，省事儿了。人家是带着棺材呢，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见不得这些。三爷，老夫人到了。是。谁到了？纪家扶灵人到了。母亲，我先去了。走。哎，你。夫人，无论有多少房间，咱们通通包下来，然后请驿站的人把柴房腾出来，好听灵柩。实在不行，也要搭一个棚出来。对了，还有侯府的市民护卫，请他们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是。姑娘，是三爷。哦，三爷。在路上碰到了陈府的鸡棚，让您费心了。你我两家多年情分，不必这么外头。老太太在，我本该去拜见的，可我有孝在身，怕多有不便。无妨，家母知道你来，还特意吩咐我，不必拘礼，要多保重。见过三爷。最近进京的人多，只剩下西厢6间屋子了，怕是有些不够。宁愿让我们的人挤一挤，不要怠慢了侯府的护卫。是。护卫？叶县给你们带了护卫？是。他说路上怕不太平。有多少人？是。陈毅，三爷，你叫咱们的人腾出几间房来，
够使人住的。是。多谢三爷，有劳陈护卫。客气。随我来吧。你们手脚再快一些。是。弄上去。好。快点，这边也是。是。这边，这雨太大了，大家都别磕着碰着。哎，放心吧，姑娘。快，小心点！水呢？你去找些东西来，把这再垫高2层。我去找些木头来。还没睡啊？我也睡不着，习惯了，要过2更天才能合眼。冷不冷？我不打算告了。我做错了很多事。我刚回京城，从没想过自己和顾家能有什么关系，满心想着要报复。果然，我很快就拿到了周妈妈的错处，打了她的板子。后来又在林大人祝寿的时候，当众领我父亲没脸。固然是情势所逼，但我也是存心想让他当众出丑。再后来，柳家过来提亲，也让我想法子回绝了。直到我在母亲的药里发现了大荒，我以为我依然可以掌握大局，我以为我可以继续玩而不利，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，大张旗鼓地调查，就他把对手逼上了绝路，不惜孤注一掷。结果母亲就死了，
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当初没有那么冲动，我只是悄悄的把母亲的病给治好，她是不是就不会死？都是我的错。有没有想听的曲子？